大家好，我在美国生活16年了。今天呢，客观地跟大家说一些事情。美国虽然人均拥有汽车的数量比国内高，但是车险是真的贵。美国人生活和工作真的分得很清楚，非工作时间一般是联系不上的。在美国生活久的人都知道，在华人集中住的地方，想吃正宗的中餐并不难。比如在洛杉矶，有几十万的华人，只要你想得到的特色中餐，在这里几乎都有，而且是超级正宗的哦。广东早茶看上去好吃吧？在美国生活，蔬菜比肉还贵，这一点呢，跟国内真的完全不同。来美国才知道，打伞防晒会引人注目的，因为美国人连下雨都不打伞。因为肤色的原因，所以他们喜欢晒太阳，他们也喜欢把自己的皮肤晒成古铜色的。来了美国才知道，美国人喝的饮料都是超级甜的，包括各种糕点都甜得让人难以下咽。在美国，网购很普遍，各家基本都有自己的网站，还有各大商场的网站，所以呢，买很多的东西可以自己不用去逛商场，直接在网上订购就可以了。注册都是用邮箱注册的，而不是像在国内都是用手机号码注册。大家看到的这个车就是送快递的车。来了美国才知道，美国大部分的地方就像个大农村，建筑普遍不超过3层，这也是因为它土地面积大，人口少的原因。车一般都停在自家的车库里，是不需要额外的再去买什么停车位的。来了美国才知道，电子支付没有国内应用的普遍，国内连菜场大妈都用微信支付了。这里的农夫市场现在还是只收现金。这里的信用卡包含各种服务，购物保护、延保、租车险等等。刷卡不用输入个人密码，但也基本没有被盗刷的风险。来到美国才知道，上大学容易，但是呢，大学全凭自觉学习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你做不到的。来了美国才知道，看病和国内流程不一样。国内找一家综合医院都有不同的科室，去挂个号就能看上。美国除非看急诊或者是急诊护理，其他都得先预约。有些专科医生还得家庭医生推荐才能看到，口碑好的专科医生约起来等2个月是常事。结果呢，病都好了还没有看上医生。来了美国才知道，1周不看信箱已经被堆满了，有需要的没需要的信都很多，很多的重要文件都是会寄信的。来了美国才知道，类似于麦当劳、肯德基这一类的快餐店，各种饮料、碳酸饮料是可以随便续杯的。一开始呢，觉得哇太棒了，后来觉得太恐怖了。以前还以为美国人肥胖只是吃的油腻呢，后来才发现和他们喝的饮料有很大的关系。可乐等饮料里面的糖分含量都相当可观，一杯下去就不少了，再续杯简直是不要命了。到了美国才知道，在国内从来没写过支票，来美国发现支票使用率还非常高，请人维修、割草之类的，交房租、交地税、汽车保险等等很多方面，现在都离不开支票。到了美国才知道，水龙头的水是可以直接喝的。在餐厅里吃饭，老外都喜欢喝冰水。那冰水呢，就是冰块加上自来水管里的水，直接就可以喝了。到了美国才知道，原来吃饭、出行、打车、剪头发等等，所有你想象的与服务有关的都需要给小费。
到了美国才知道退货是如此简单。如果你买回去的东西觉得不合适，拿回去退的时候，服务员不会问你什么的，直接就给你退了。有的人甚至将用过的东西都可以拿去退。到了美国才知道，在很多的州，超市里买瓶装水的时候会收水瓶的钱，一个5分钱。因为有废品回收站，瓶子拿到那边去还是可以卖5分钱的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嫌麻烦，直接就扔了。在美国，年满16岁就可以有驾照了。高中的时候，学校就有开驾驶课。孩子们因为从小就是坐车长大的，所以他们对一般的驾驶规则都会知道的。而且在这边买车和上牌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容易的。来美国你会看到好多老年人还是自己在开车，这点真的是超佩服，80多岁的人照样在开车。美国人平常穿的都非常休闲，如果你穿着正装在街上逛，你会觉得格格不入的。来了美国才知道，买什么东西都是要税的，只有几个州是免税的。来了美国才知道，空姐不一定都是高挑、年轻、貌美的，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。来了美国才知道，除了市中心或者旅游景点和公园，路边几乎看不到人，即使有，也很少有人在走。一般在路上走的流浪汉居多，或者就是遛狗的人。每个城市都有鲜明的分区，有治安良好区和事故多发区。事故多发区多在市中心周围。出了市中心，四周都是村儿，建筑层超过5层的都算是高楼大厦了。在中国，大点的孩子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家，但在美国，孩子没足12岁以上是绝对不能自己一人在家的，除非有成年人陪同下。放孩子一个人独自留在车里也是不允许的，就算是2-3分钟的时间也是不能的，除非有成年的大人陪同。如果一旦被发现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有些没有耐心的父母遇到孩子不听话会打骂，在美国是不允许使用暴力对待孩子的。要孩子听话有很多种方法，不一定非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教育孩子。一旦被发现，后果也相当严重。如果你走在街上，看见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孩，想要善意的触摸这个小女孩，都要经过她的父母同意，不然很容易会被人告。美国人因为和中国人的文化不同，所以很多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。在以后的视频中，我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不同的生活、不同的文化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点赞、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